養小孩實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兒，嚴重影響了夫妻生活質量。特別是辛普森家這樣，一養就養3小隻，別人過周末都是歡天喜地，唯獨紅墨抽禿了頭，瑪姬累得滿臉魚尾紋。他們想說，漫威你太缺德。放完電影還加塞各種彩蛋，什麼蜘蛛俠的叔叔其實還活着，成為隱藏大 boss， 勾結神盾局。初級彩蛋過後還有高級彩蛋，耽擱紅墨開車回家的時間。結果準時準點的撞上了晚高峰，紅墨一怒之下繞過順天鎮，從隔壁牛油鎮取道回家。一看到熟悉的老街區，紅墨和瑪姬忍不住追憶往昔。他們結婚前曾在這裡租過一棟老房子，5樓還沒電梯。紅墨天天從閣樓坐電梯，然後爬屋頂的木板，冒着摔死的風險也不肯爬樓梯掉標。既然故地重遊，紅墨和瑪姬決定友好的拜訪一下這棟老房子現在的租戶。巧的是，這對租戶也是小兩口，8年愛情長跑，正準備結婚。小兩口見紅墨和瑪姬是過來人，便問他們有小孩和沒小孩對婚姻影響有多大。紅墨和瑪姬一聽這話，忍不住打開了話匣子。那可是一段幸福的婚生活，夫妻倆都有收入，而且沒小孩，每天盡情的寻歡作樂，了無牽掛，夜夜轟趴。而且他倆逛遊樂圈，從來不用去做兒童設施。瑪姬當時有份體面的工作，是報社的著名記者，在派對上認識了不少名流，大家都想着拍他的馬屁，只求他在新一南的專欄裡植入自家的软廣告。紅墨在前沿科技公司上班，這個公司當時不太出名。紅墨跟一個朋友合夥研發全新牙齒美白技術，雖然紅墨什麼都沒聽懂，朋友還是再三強調，只要他們合作把事業搞下去，不管掙多少錢都有他一份。閒暇時，夫妻倆還會看看電影，在電影院狠狠親熱一番。隨後吃完情侶晚餐，可能只是因為逝者意中問話，他們就會連夜跑到沙漠裡看一場浪漫的流星雨，不用擔心家裡還有孩子要照顧。當這對年輕恩愛的夫妻在夜場進行舞蹈時，瑪姬表示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，不要放手啊！紅墨再三強調。無奈夫妻倆最終還是放手了，因為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。巴特一出生簡直像小惡魔降世，實在太殘暴太可怕了。紅墨和瑪姬每回憶那一段日子，都忍不住打哆嗦。當初那個帥氣的紅墨被孩子摧殘的掉光了頭髮，聽爸媽這麼說，麗莎和巴特都不幹了。他們說年輕和自由雖好，但怎能替代他們這些可愛的小棉襖？請不要夾槍帶棒，像怨婦一樣埋怨養孩子的辛苦，直接跳到孩子讓他們覺得幸福的部分，好吧？那對還沒結婚的小情侶也被紅墨瑪姬的牢騷嚇到了，表示生孩子這麼可怕，他們幹嘛還要結婚？這不是瞎折騰嗎？紅墨接着說，因為他們是朋友當中最先擁有孩子的夫妻，所以一度受到大家的關注。但這些關注者都被巴特的惡作劇嚇跑了，他們不再邀請紅墨夫婦參加派對，巴特還毀掉了紅墨唯一一次發財的機會。當時紅墨跟合夥人的生意越做越大，當他抱着巴特來公司時，合夥人表示咱們的企業文化是不准結婚生子，這意味着各種產假、陪產假，員工們為了陪孩子就會不斷的請假，耽誤工作，影響公司賺錢。紅墨也不能把巴特扔了，所以只能辭掉工作。結果多年後，合夥人的身價上百億，他原本也能成為一位大富豪，就為了巴特丢掉了。巴特听完冲上去就給了老爸一耳光，骂他太糊涂了，為了錢什麼不能丟。紅墨有了錢，他不就是富二代了？等等，那這時候肯定沒他了。麗莎建議老爸再給合夥人打個電話，當初合夥人那麼賞識他，說不定現在還會念舊情送他一杯羹。紅墨覺得這話說的對，一打電話，合夥人欣喜地說，親愛的老墨，我等這個電話等了好多年了，有句話我一直想對你說，你聽好了，永遠別再見了。紅墨長嘆一聲，結束本應該是好事兒，他卻拿熱臉貼上了陳年冷屁股。瑪姬補充說，他也因為照顧孩子失去了大好工作。由於經常陪孩子，瑪姬分散了精力，對新聞熱點、八卦爆料的敏感度大不如從前。記者這一行本就捲得不行，領導認為他跟不上節奏了，便將他一腳踢掉。瑪姬嘗試將巴特送進育嬰館，結果他天天調皮搗蛋，惹得身經百戰的育嬰師都受不了了。還不到3歲，巴特就上了游泳館、提醒館和所有育嬰中心，甚至兒童監獄的黑名單。為了從巴特的問題中解脫，夫妻倆諮詢了教育專家。專家告訴他們，獨生子女往往會有孤僻、不合群、喜歡使用暴力和惡作劇成癮問題，只要多生幾胎，問題就能迎刃而解。紅墨夫婦深以為然，於是麗莎出生了。他們忙於照顧2胎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巴特的搗蛋問題。夫妻倆大喜，再接再厲生了麥琪。聊到這裡，紅墨夫婦忽然發現聽眾只剩下一位，他們的精彩講述嚇跑了女方。俗話說寧拆10座廟，不毀一樁婚。辛普森一家趕緊挽留，擠在窗邊向女方露出標準假笑，說困難是暫時的，幸福是永遠的，千萬不要對婚姻和家庭失望啊，小妹妹。面對家人的人氣套路，麗莎勉強擠出了笑容。婚姻的禍坎，就讓小情侶們自個兒躺雷吧。这天小學上空陰雲密布，有識之士一看就知道這是不祥之兆。果然，壞消息悄咪咪地傳了出來，西姆校長要退休了。這事他本來只告訴了秘書，結果被馬丁偷聽了去。西姆要求這位5好學生管住嘴巴，嚴格保密。馬丁轉頭就用暗號告訴了其他人。音樂老師識破了暗號，又將消息傳遍了辦公室。一轉眼，全校都知道西姆要退休了。校長只好提前舉行辭職儀式，花他很捨不得小基金。捉弄校長可是他的日常娛樂
樂之意，巴特決定送給西莫一份告別大禮，用彈弓一擊爆了西莫的頭。西莫挑選幸運學生主持告別表演時，不幸選中了巴特。巴特上前一步，結果中了陷阱，洗了個蜂蜜混鳥食澡，被鳥群追着捉，大家捧腹大笑。原來西莫辭職是大家合夥演的一出戲，目的就是為了整蠱他。從此以後，巴特成為了人人取笑的對象。他心說：“此仇不報非君子。”於是當天晚上，巴特就化身007，給所有老師戴上了小丑面具，用的是强力教程，得连皮兒一起撕下来。這些中了小丑惡作劇的人，吓得在鎮子裡到處亂跑。鄉巴佬趕緊燒一鍋開水，打碎桌椅2個燉肉湯。小丑原本是快樂的圓圈，如今卻因為巴特的惡作劇變得扭曲，在影視圈掀起了一場邪惡小丑風潮。小丑阿可絲毫未察覺到环境的變化，他照常上台表演，小朋友們卻被嚇得抱頭鼠竄，廣告商們也紛紛取消了贊助。曾經紅遍春田鎮的小丑阿可，一轉眼就淪為人見人躲的怪物。此事上了報紙頭條，馬吉看罷震驚不已。他從沒想過兒子的惡作劇竟然會毀掉了阿可。巴特再一次上了青少年法庭，他對流程已熟悉得很，就跟回家一樣自在，裝天真無知也裝得惟妙惟肖。眼看着法官又要判巴特无罪，馬吉受不了了，他覺得必須讓巴特吃點苦的，否則這小子永遠不會成長。在馬吉的強烈要求下，巴特被判在康復中心服刑28天。他对老媽的行為很不滿，馬吉的內心非常糾結，直覺告訴他這麼做是對的，但他又擔心巴特不會原諒自己。我們安慰老婆說，就算巴特再也不和你說話，等你臨終的時候，他也一定會開口的，你就放寬心了。聽完老婆的貼心安慰，馬吉嚎啕大哭。但想想受害者阿可，他失去了風光一時的工作，不得不和20個前妻離婚，從此一蹶不振，越混越像红墨。麗莎給阿可出主意，上不了小丑舞台，你可以轉行當戲劇演員嘛。阿可本來對自己沒有信心，耐不住麗莎和馬吉一個勁兒勸，便勉為其難去參加面試。他一時間沒把耍大牌的習慣改掉，一進劇組差點開除導演。另一邊，馬吉對兒子放心不下，3天2頭去康復中心探望巴特。巴特一聽醫生要找他談話，偷偷在椅子上撒下釘子。醫生自己沒做，豐富的個人經驗告訴他得找個人躺雷。於是他來了馬吉，眼看老媽就要一屁股坐在釘子上，巴特終於憋不住出手阻攔。醫生說：“恭喜你孩子，你剛學會了做人最基本的東西——惻隱之心。”與此同時，小丑阿可的改行之路並不順利。他習慣了誇張粗糙的表演，始終入不了戲，而且也不相信自己有表演天賦。導演手把手指導他表演，說：“嘿，你他娘真是個表演天才！”阿可一聽這話，頓時信心大增。果然，最強的演員還得是導演。在醫生的開導下，巴特決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他挨個向整蠱過的人道歉。但俗話說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巴特和紅鬍子一閒聊，又被勾起了整蠱癮。他在校會上設置了水球陷阱，等大夥兒一落座，他上台一讀懺悔書，水球就會砸下來，給觀眾們洗洗澡。馬吉又一次覺得巴特學好了，在觀眾席上力挺兒子，還說：“我就知道我的小壞蛋能孵成白天鵝。”然後再次被較量的心，巴特的那點愧疚之心實在抵不過整蠱成功的喜悅感。馬吉長嘆一聲：“當媽難，當巴特的媽更是難上加難。”他只能一腳踹開男廁所，找當甩手掌舵的老莫一泄心頭火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，這裡是草泥影院，感謝觀眾朋友們的關注和支持，下視頻我們再見。